Today i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Day. I am not a boy.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6月1号早晨6点20分，在日本靖国神社门前的一幕。一位叫铁头哥的中国网友啊，在靖国神社门前的石碑上啊，他先是爬到石碑上面撒了一泡尿，紧接着呢，又在靖国神社4个大字中间用英文写下了厕所2个字。据他自己解释说，他生活在海边，常年吃海鲜。日本的福岛核电站那不是往海水里头排核废水吗？这核废水啊流来流去就流到了他自己的家乡，他就不能吃海鲜了，他自己的利益啊，于是就受到了损害。他要给日本一些颜色看看。他这个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啊，就立刻引起了中日2国舆论的关注啊。很多中国的网民说，铁头哥了不起，英雄。你想想，那个靖国神社是什么地方？那是供奉14个甲级战犯的地方，所以很多中国网民啊对这个靖国神社咬牙切齿，所以很多人就给铁头哥点赞说铁头哥你做了很多中国人想做不敢做不能做的事情。还有人说啊，现在我们国家强大了，想在哪儿撒尿就在哪儿撒尿。现在是在靖国神社门前撒尿，将来我们可能会在日本的皇宫门前撒尿，在下一步我们有可能在白宫门前撒尿，是吧？那当然，这后面的话都是我演绎的啊。但不管怎么说，很多人都给铁头哥点赞，英雄，中国男子汉，爷们儿，是吧？但日本这边情况就不同了啊。6月1号早上这一天，就有人发现了靖国神社石碑上被人涂了鸦，就报了警。这种行为在日本啊是属于刑事犯罪，所以警方第一时间就开始立案调查了，就在找是什么人在这上面涂了鸦啊。据说还有一位日本的网友啊，在网上悬赏500万，说谁能找到这个涂鸦的人，扭送到警察局，他愿意付500万赏金。当天晚上，这铁头哥又发了一个视频。现在周围的环境风险很大，有可能回不去。回不去嘛，不给国家添麻烦；要能回去，那更不用给国家添麻烦。祝我好运吧。那铁头哥啊，在这个靖国神社啊，他涂鸦的那个石碑到底在什么位置啊？那现场的情况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呢今天早上啊到靖国神社去打探了一番啊。从靖国神社的后面到前面还挺远。其实我带大家走这段路啊，您等一会儿也会发现，就为什么这些人都会在那个大门口那个地方啊去涂鸦呀什么之类的啊，因为它离那个靖国神社里面是非常非常远的，因为它前面有一个非常长的甬道，就是在靖国神社的大门啊进去以后，到那个神社本身。我估计这个距离差不多有将近1公里，应该是快到了。拐过这个弯应该就是靖国神社的大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靖国神社的大门入口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那个靖国神社的碑。也就是那铁头啊，这撒尿还有涂鸦的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涂鸦啊，那个已经被去掉了。第2天的时候呢，这地方被围起来了啊，当天的时候就被围起来了啊，然后要处理嘛。那底下还湿了一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下雨的原因导致的。靖国神社4个大字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图来看一下啊。就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在这儿，这是靖国神社的碑，大家可以看那个最大的鸟曲啊，就是在这儿啊。从这儿有一条甬道，非常非常长，然后一直到里面才是靖国神社啊。这靖国神社的碑旁边就是那个巨大的鸟曲，然后呢。这是一条甬道，非常宽，确实很气派啊。然后呢，往里面走，距离很长很远，才会到靖国神社里面的正殿啊。
有人说就是这个围栏啊是临时加的，过去是没有的。是因为出了这件事情以后啊，临时搭了一个围栏。这个地方我来的不多啊，所以我不能确定，就是这个围栏是不是最新搭的，很有可能啊。在围栏上写的“靖国神社”几个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应该是靖国神社自己的，放在这个位置上，也并不是警方搭设的啊。在这个靖国神社的外面，就是碑的外面呢，有一个石狮子，应该不是石狮子，是古代历史上那种传说的神兽，左右两边各一对儿。这个我不确定啊，是不是当年冯锦华泼油漆的那个位置啊？很有可能，因为当时冯锦华泼完油漆的时候，就在这基座上写着"该死"2个字嘛。然后呢，就是往这个神兽的嘴上泼油漆，他当时还说这个就给人感觉好像是从那神兽上嘴上开始口吐鲜血，而当年那个刘强啊，就是所谓的火烧靖国神社，应该也是在这个位置，就是往这靖国神社的碑上泼这个燃烧瓶，然后呢点燃了就跑掉了啊。要说这铁头哥啊，我是完全不认识啊。据说他在国内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网红啊。国内的网红现在迭代的速度特别快，每隔1-2年就会江山代有人才出啊，各领风骚1-2年嘛。那么这个铁头哥啊，出名是去年7月4号的时候啊，他到三亚去打假。他呢出名就是靠打假而出名，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叫做铁头哥惩恶扬善。这三亚的海鲜市场啊，名声在外，全中国人都知道，那是著名的快刀，专门宰外地客的啊。我还记得20多年前，我们东方时空栏目啊，有一年元旦集体到三亚去度假，我们的制片人带着我们到三亚的海鲜市场去买海鲜，当时啊也没有警惕性啊，那我们的制片人看到这些海鲜就随便点，就点了一个螺，这螺啊人家称完之后直接就给剁了，剁完之后开价要多少钱？要4200块钱。我们那制片人当时眼睛就绿了，你想想4200块钱是什么概念呢？那是20多年前啊。然后呢就跟对方理论，对方拿起刀啊，跟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东方时空的，结果我们的制片人当时就打电话叫那个市场的管理人员过来了啊。那管理人员过来之后也和稀泥，最后呢打了一半的折把我们放走了。你想想那个嚣张程度啊！这个铁头哥呢，7月4号到了三亚海鲜市场之后呢，他先是买了一些海鲜，什么红花蟹呀，还有这个什么赖尿虾呀，拿到外面之后，他用自己的秤一称，发现全是5两秤。什么是5两秤？5两秤就是1斤，最后实际上只给你5两，差一半的分量。他又拿着这些海鲜重新回到了市场，直接对着这些不良的这种商家开始叫板：叫老板赶紧过来！5两秤，什么玩意儿？丢三亚人的脸，无法无天啊！你们这脸，你们是不是无法无天？马上准备好报警！我跑了那么多三亚海鲜市场，这里面5两秤，要验证来，现在现场给你们看。怎么了？违法吗？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他还拿出了一个保险单，他说我已经买了一份保险单，如果你们把我打死的话，200万赔偿。我今天烂命一条，就跟你们对着干，你们是给三亚人丢脸，今天你们这个摊必须得关闭或者是整治，是吧？而且按照中国的法律，需要顶格处罚30万。他一边做，他当然他旁边都有一个这个助手拍这个视频啊。紧接着那市场管理人员就来了，就把他请到了旁边的房间里啊。最终的结果，那天卖他那个5两秤的那些商家真就全部被停了业，而且呢，这些商家还真就被顶格处罚了30万。7月5号下午5点钟，三亚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处罚结果出来了，对于涉事售卖海鲜缺斤少两的店铺进行行政处罚30万元，
并且永久拉黑，清退出该市场。第二，对涉事的下岗职工海鲜加工市场管理方进行10万元的行政处罚，并且停业整顿，为三亚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大的点赞。经此一战，这个铁头哥报得大名啊，据说他的粉丝一下子暴增100万。这之后啊，他在全国各地打假，到重庆他打假牛肉干，到杭州他打假一家美发店，那美发店搞那个预付卡，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呢还跟对方发生了肢体冲突，也是把警察叫到了现场啊。这之后呢，他几乎都是这个各行各业都打假啊，最后还打假到了新东方。新东方大家都知道啊，那双减之后不允许补课了嘛？但事实上，新东方的一些网点还在悄悄咪咪的补课啊。他就跑到了杭州的新东方的分校，直接叫板，说你们这就是违反法律。你这个东西，2021年，包括2023年7月11号，浙江省教育厅你全部都违规了。120过来了啊！你违规违法了，补课了，你懂吗？我没事，我来过这里找你们啊。别人说小机构不打，我就先干你新东方，我先干你学而思。这里违规他不仅是违规，他而且是违法的。他们所收取的费用都是违法所得。但是他打假新东方这件事情啊，很多网民并不认可，尤其是一些学生的家长。你想想，中国的教育这么卷啊，很多家长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啊，还是能够补课，是因为有了这个需求，才衍生出来校外培训市场的嘛。如果你全都不让这个培训的话，很多家长不愿意啊。所以新东方补课，很多家长是愿意出这个钱的。所以这个铁头哥打假新东方，很多家长是不认可的。后来据说他还想打假这个衡水中学，因为衡水中学那种封闭式的教学管理方式啊，学习成绩虽然非常好，但是对那个学生来说很残酷嘛，对吧？但是呢，后来啊，据说这个衡水中学他还没有打之前，他就开始搞起了带货。那么他自己也从来不讳言啊，他搞的这个所有的打假，就是为了将他名气大了之后呢进行带货。他带货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白象牌的这个方便面啊，他在现场还是煮着方便面开始吃啊，然后呢代言那个蓝月亮的这个洗涤液。但是啊，在那个直播间里头，很多人就跟他叫板，就跟他开始挑毛病，因为他可能是得罪了一些人啊，比如说那些双减这个不满他封校的那些家长，因为他当时打假这个杭州的新东方分校之后，当天那学校就被封了，所以很多家长对他有意见呢。所以直播间里头很多人就跟他较劲，说你这个蓝月亮的洗发水能洗头吗？他就得急了，还跟那网友在那怼啊。所以说一天晚上只卖了7万块钱。紧接着很多网友还在那直播间给他讲啊，说我们要用这个铁头哥打假的精神呢，去打假铁头哥代言的这些产品。我们每一份商品啊买2份，一份呢我们去检验啊检测，看看这里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另外有一份呢就是我们要退货，就是找他别扭嘛。你比如说铁头哥，你代言的这个白象牌这个什么老母鸡的方便面，你说的用1年的这种老母鸡来做的这个鸡汤，那你到底是不是1年的呀？是不是？那我们得检测一下啊。这铁头哥当时啊，据说面对这些网友啊，对他的打假啊，也显得很无奈啊。要我说啊，就是这种以打假起身的这些网红啊，如果你要想走带货这条路，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别人按照你这个标准想要对付你的话，你其实很难避免这个走滑铁卢。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这些商品，你要说你代言的过程中毫无问题是很难的。所以铁头哥当时带货的过程中间，一晚上只卖了7万块钱，就跟这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他自己呢，愈挫愈愤呢，他说没关系，等他这个粉丝到了500万之后，他还会继续带货。结果没有等到自己粉丝500万的时候，他就出事儿了。怎么出事儿了呢？就今年1月份呢，他在直播间里头，他当时可能也是口无遮拦就讲起他当年就多少年前在成都这个地方嫖娼的经历，说花了1800块钱叫了2个小姐，然后1个小时就结束了。这种事情我在成都金牛区以前碰到过。咱是男人，不怕藏着掖着。打开那个聊天软件去了那里，我找俩跟朋友。10年8年前我的事能说吧？这无所谓吧？也过了追溯期了，找俩我还
1800块钱坐那儿啊。我说我找俩，但他肯定是暗示，也不是暗示，直接说有，直接人家说有。去了那里60分钟啊，人家还是起码是个中保健吧，中保健60分钟，2个妹子完事了，完事了怎么样呢？我说这就完事了。你是按摩是这么按摩的，就起飞都还没起飞。你缺德不说，你伤害广大男性同胞，四川成都金牛区，我说的啊，8、9年前吧。起飞都没起飞，别说降落。OK， 以前的是有啥？我现在我肯定是我还敢啊，我上次也没成啊，对吧？这个题材不能在全网发，懂吗？这可不得了啊！那你想想，你在中国那嫖娼是犯法的。于是就有一个网友叫李雨婵，这个也挺有意思的。这李雨婵呢，是个女的，专门举报各种各样的名人啊。今天是举报这个明星，明天举报那个什么，反正各种各样的人，她有名的，发现有什么问题，她就举报。她呢就去举报了这个铁头哥。结果在今年2月8号这一天啊，有网民就发现铁头哥在全网所有的平台全部都被下架了，他的账号全部都被封锁了。这铁头哥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将近500万粉丝的账号，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啊！全网的平台账号都封了，我本人的第4次大的危机了，我不知道能不能挺过去。你说粉丝量大怎么样？知名度高没用，兄弟们啊，人微言轻的。就说铁头哥消失之后啊，他自己啊还曾经想要转世啊，戴了一个头盔，戴了一个墨镜，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钢铁侠，说我不叫铁头哥了啊，但是我还要出来打假啊。然后呢，他自己啊曾经很无奈的说，他说他不知道啊能不能抵抗过迈过这道坎儿啊，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确确实实就被封号了嘛。他也辩解说，他当时说的那些话其实不是嫖娼，只是为了打假，因为他当时去说那1800块钱，那1800块钱根本没有性服务。但是这个时候啊，已经百口莫辩了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4个月之后，这铁头哥到日本啊，弄出了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有人分析说啊，这铁头哥啊，其实是想通过这方式自救。你想啊，这个他被国内封号了，但是呢，他在日本啊搞的这个靖国神社这件事情，那是迎合国内的小粉红的这种心态啊，变成了民族英雄啊。他一旦变成了民族英雄啊，那是不是就能给他解禁了呢？但也有人说，这铁头哥啊，人家早在几个月之前被封号的几个月之前，就已经说要给日本人一些颜色看看了，只不过是兑现自己的诺言而已啊，并不是说为了自己啊，就是重新解封搞的这么一次炒作啊，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啊，这个新闻中间确实还是有一些蹊跷之处。怎么讲呢？你像铁头哥啊，在他这个视频里反复讲，他到日本来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日本核电站往海里排核废水，这核废水侵犯他的利益了嘛。但是你看，既然如此，他应该到那个福岛核电站门前去抗议啊，他应该到东电门前去抗议啊。再不济，你应该到日本的外务省门前，或者说你到日本的国会议事堂门前，或者说你到日本的首相府门前去抗议啊。那你为什么去靖国神社啊？这2件事情之间没有联系啊。你抗议核废水，你到靖国神社门前去干什么呢？换言之，如果这个铁头哥他如果到东电门前去抗议，不会获得这么大的声量，这个新闻也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正是因为他到了靖国神社门前，才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因为靖国神社确确实实是中日两国关系过程中间最敏感的一个地点。你只要在靖国神社门前搞一些事情啊，你确确实实就会引起这舆论的广泛关注。话说啊，在过去的20几年间啊，实际上围绕着靖国神社已经有好几例中国人在这个地方制造过新闻了。在这个铁头哥之前，我们今天也稍微讲一讲啊，这另外发生的2件事情啊。2001年的时候啊，有一个叫冯锦华的人，在8月14号的时候啊，他在靖国神社的门前做过一件事情。他当时也是涂鸦，就是靖国神社门前有个那个怪兽神兽，他在那地方涂鸦写了2个字，他说写了该死2个字，然后呢还往那神兽上面泼油漆。当时警察直接就把他抓走了。那冯锦华呢，他是山西人啊，他好像1994年到日本来留学，一开始呢是在这里读日语，
日语毕业之后呢，就在日本读了一个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在日本的一个电信公司里做员工。他为什么要到靖国神社门前去泼油漆呢？据他自己解释啊，2001年的时候，日本的首相叫小泉纯一郎，他以在职首相的身份到靖国神社去参拜，那这个引起了冯锦华的高度不满。你想想，过去啊，靖国神社供奉的甲级战犯，虽然也有一些日本的首相去参拜，多数都是退任首相，但是小泉纯一郎以在任首相去参拜啊，那确确实实啊，在很多中国人看来都不能接受。于是冯锦华就采取了这么一个比较极端的手段，就到那个靖国神社门前就开始泼油漆。警察把这个冯锦华抓到之后啊，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在日的华人很多人呢就去营救他啊，当时就给他出了200万日元，把他保释出来啊。保释出来之后呢，这冯锦华继续在自己的公司里上班。那一年的12月份，日本的这个法院就裁定冯锦华呢就犯罪嘛，他犯法了嘛，判处他有期徒刑10个月，但是缓刑3年。冯锦华当时啊，面对媒体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第一不道歉，第二不赔偿。”但是法庭当时啊，判决书里头其实没有要求他道歉，也没有要求他赔偿啊。这种行为在日本属于器物毁坏罪。那么呢，当时啊，为什么要判缓刑呢？那日本的法院的判决词里就是说，当时他一个是初犯，没有犯过罪；第二呢，他自己的公司还愿意继续雇佣他，所以呢就判他为缓刑啊。但是整个判决书里头啊，没有涉及到冯锦华这件事情的政治背景，也就是说，冯锦华自己解释的嘛，是小泉纯一郎到那地方去参拜嘛，他才去泼油漆嘛。仅仅就是在法律层面上进行的处罚，你这就是器物损坏，器物损坏就应该承担这样的一个法律责任。所以当时这个判决出来之后，中国的那个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当时叫张启岳，还强烈表示不满。他说这个案子的判决没有考虑到当时的政治背景，言下之意就是说，这冯锦华虽然毁坏了器物啊，但是事出有因。这冯锦华啊，当时被判决完之后啊，第2年他要进行签证更新，但是在日本呢，你有刑事犯罪记录的话，你就很难再进行签证更新了。所以呢，日本的入管局啊就吊销了他当时的这么一个签证啊。那么后来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回了国。回国之后的冯锦华后来就参加到保钓运动了啊。几年之后，他好像跟着一帮人就登到了钓鱼岛上。后来被日本的警察又拉到那个那霸，拍完照之后又把他强制遣返回到中国啊。这是一起。另外一起呢，就是2013年吧，有一个叫刘强的中国人，在靖国神社那是纵火，这纵火当时还是比较严重的啊。他就凌晨4点钟的时候，跑到了靖国神社的神门的附近，往里扔了一个燃烧瓶，然后他就跑掉了啊。那个神门呢，那底下就被烧焦了。跑到那个石柱子那个地方，再哗扔上去一个燃烧弹，那个靖国神社那个4个字哈，在一片火海中，哇，那个监控肯定有，那这个太美了，我觉得。本来扔那个火焰瓶那个就很漂亮，那黑暗中一束那个像火龙一样的啊，大概有2、3米这么长的火啊，顺着我的手，你能想象吗？然后这个靖国神社，哇，4个字全着了。哎呀，那一刻我觉得我为中国千百万死在日军刺刀下的人出了一口气哈。他当时扔完之后呢，就直接跑到了飞机场，坐飞机跑到了韩国。刘强自己解释啊，他自己的外祖母，也就是说他的姥姥啊，是一个这个日本的慰安妇，这个家族里头有非常悲惨的历史。他的外曾祖母、祖父呢，在韩国的时候还被日本人给弄死了。他到了韩国之后啊，就参观了他自己啊当年啊外公外婆啊生活的地方之后，怒不可逼，觉得情绪没办法控制啊，他就跑到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前啊，又往里头扔了4个燃烧瓶。结果这下子被韩国的警察给抓起来了。韩国警察抓起来之后呢，那在韩国这是属于纵火罪啊，也是重罪啊。后来呢，他就因为纵火罪，后来就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就在韩国的监狱里头服刑啊。但是韩国当时有律师啊给他辩护，就说一个是初犯，另外呢是为了民族大义啊，就为了一个正义的事情，又没有造成什么非常严重的危害，因为没有人员伤亡嘛，最后判了有期徒刑10个月。4个火焰瓶一扔完以后，警察局全部给媒体包围了，对吧？然后我在里面关了10天，出来的那些日本出来的人家记者问我第一句话就用日语啊，那大哥啊，やりましたか？是你干的吧？
他说：“嗨，亚松尼金教后告诉了我，他是要这样的。”但是就在这个案子过程中，因为他交代了他前不久在日本靖国神社纵火的这个行为嘛，这于是媒体就报道了，日本就要求引渡刘强到日本接受审判。所以啊，当他就是在2013年这个刑满释放的时候啊，那当时就是日本要求引渡刘强的案子就在日本的法庭又要进行审理，因为日本跟韩国之间是有引渡协议的。后来韩国的法院就裁定说，刘强这件事情由于他是涉及有政治背景，因为他就是因为不满日本对这个慰安妇的事情啊没有道歉，日本当时的首相叫野田首相嘛，就拒绝在慰安妇事情上道歉，所以他怒不可逼才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情有可原，就拒绝了引渡请求。最后呢，刘强呢就从韩国回到了中国，他回到中国的时候也受到了英雄凯旋一般的欢迎啊。所以在过去的20年，你可以看到围绕靖国神社啊，这中国人已经制造了3起新闻，一个是冯锦华，一个是刘强，再一个就是今天的这个铁头哥。最后我想说几点啊，我觉得靖国神社这件事情啊，大家都知道是中日历史上的一个纠结的敏感点，不是有14个甲级战犯，还有一些乙级战犯的牌位呢，都被送到了靖国神社里面。就这一点来讲，我个人是非常反对的。因为靖国神社，如果你要是只供奉啊为日本这个国家啊捐躯的军人是吧也好，或者其他的人也好，一般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哪怕是在2战期间那些普通的士兵，大多数人也能理解，因为普通的士兵听从国家号召嘛。但是日本的甲级战犯，无论是那甲级的，也包括那乙级的，供奉在靖国神社里面啊，确实是不太妥当。尤其是一些日本的首相，不管是在任的还是退任的，到靖国神社去参拜本身呢，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日本这个国家确确实实对2战的这种战争啊，给其他国家带来的侵略战争啊，它的反思程度不够。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自从这个甲级战犯的牌位啊放到了这个靖国神社之后啊，日本的天皇就再也没有到靖国神社去做过参拜。那也就是说，在天皇的眼中，其实把这些甲级战犯的牌位放到靖国神社也是不合适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同意大多数中国人的这种历史观，认为日本人在这件事情上做的不妥当。但是由于靖国神社是一个民间的组织，所以呢，你又没有是一个法律可以禁止。但是日本政府，包括日本的一些政客啊，长期以来到靖国神社参拜，确确实实是有失妥当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基于上面那个原因啊，我觉得啊，很多中国人呢对靖国神社啊这里面供奉甲级战犯这种行为啊不谅解啊、不理解啊，甚至反对啊，我本人是非常能够理解的。但是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了，其实在日本，你其实要是搞集会、游行啊，搞正常途径的抗议啊，是完全合法的。如果这些中国人到日本，比如说打一个标语说反对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是完全没问题的。大家都知道，其实在台湾也有很多人反对靖国神社，因为靖国神社里头供奉了一批台湾的这些军人嘛。就当年台湾不是就有很多日军在那儿，就招了很多这个士兵到这个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去打仗嘛，还有什么高沙义勇军嘛。那么现在由于台湾回归中华民国，所以很多这个台湾人认为，其实你日本的靖国神社不应该供奉这些人，应该把他们的灵位拿出来，重新送到台湾去。所以这双方也有争议啊。所以台湾的那原先不有一个议员叫高金素梅吗？经常到日本进行抗议啊。但其实你到日本打一个标语进行抗议，这个呢是完全在日本的法律范围之内，你就是抗议的话也没问题，也包括日本历史上的一些慰安妇问题，包括日本的很多民间团体也不谅解，也经常在这个日本的国会门前呢，也包括靖国神社门前呢去游行啊，这其实都完全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就是我刚才讲的这3起案件啊，都是他们用相对比较极端的方式进行抗议。你想想，2个是涂鸦，这在日本呢是属于器物毁坏罪，还有一个是纵火的，纵火的这个犯罪就更严重了啊！因为你纵火这种行为，你是危害到公共安全了。你万一把整个靖国神社都点着了，靖国神社是个木结构建筑，你再把周围的那个建筑物都点着了，那你不能用这种方式行使正义啊！那首先这种手段我是不赞成的。但关键是啊，过去这3起案件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就算你是用极端的手段
我从某种角度来呢也理解，因为我就是忍不住这口气了嘛，我就想用非常极端的方式去反对嘛。但我觉得有一点，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既然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你就应该承担极端方式的法律后果。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不是有一个过街天桥吗？就在这个过街天桥上，铁头啊拍了一个视频，说他好像离不开日本了，好像会被日本给抓起来。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他其实应该是在涂鸦完了之后就坐在这个位置上拍的这个视频。而当时呢，实际上他还没有把这个视频公布在网上，也就是说他是在同一个时间做的2件事情，然后在披露到网上之后呢，才把第2个视频发出来。就整个过程给人感觉都是事先谋划好的。这个行人天桥离那个靖国神社的大门口可能只有5米吧，甚至可能就只有3、4米远。所以他如果要是做完这个事情跑掉以后去拍的，我理解他不会再重新回到新闻现场。所以我的判断，他是在同一个时间段拍摄的这个过程，甚至不排除他是在涂鸦之前先拍的这段视频，然后再去涂鸦的。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距离非常非常近，下了天桥之后就是靖国神社的那块碑。我自己一个感受就这3次跟中国人有关的靖国神社的事件就底线越来越低，格调越来越低。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当年冯锦华在靖国神社涂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具体的事件，就是小泉纯一郎以现任首相的身份去参办靖国神社然后他到这里来抗议，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觉得不能接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当时做完这一切的时候呢，是平静的被日本警察逮捕。因为不管怎么说他这个行为在日本是触犯了日本的刑法，有毁坏物品罪嘛。所以后来冯锦华的事件呢，也进入到了美国的日本的司法程序。最后呢，他被判处缓刑10个月。但是后来那刘强的事件就是在火烧靖国神社那事件，他当时扔完燃烧瓶之后，立刻就跑到机场，从日本飞到了韩国，就逃离了现场。等于说日本的法律没有办法制裁他。也包括这次铁头事件他在这个靖国神社的碑上涂鸦，也包括在旁边撒尿现在看来，他人已经逃回了中国。我为什么说这件事情的格调越来越低呢？我不是说他们的动机有人说他们炒作等等我都不在意就是我们面对日本靖国神社这件事情作为中国人当然可以抗议当然可以表达自己的不满，当然可以表达自己的民族情绪但是你如果要是用相对激进的方式和手段，比如说涂鸦，比如说纵火你既然这么做了，你就应该承担这件事情的法律后果。如果你承担了这件事情的法律后果，你说你愿意，因为我知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我需要在日本的法律体系下承担什么后果，那我觉得这个人就了不起。这就是格调，因为我明知道这个事情的法律后果我还这么做，那这就是格调嘛。这其实也是现代文明社会中间的一个基本原则，不是说不能违法，而是说
你知道违法的后果，并且愿意承担这个后果，那这就是应有的担当之意。但假如说你既想做非常激进的事情吸引眼球，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你还回避这个事情的法律后果，那我只能说这个行为是懦夫，这个格调就越来越低。不是说你想表达这件事情的抗议吗？你是在表达一种勇气吗？你在抗议日本靖国神社啊供奉甲基战犯过程中间，你想表达你的愤怒吗？那既然如此，那你应该表现出你十足的勇气和责任感啊。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既想采取非常激进的手段，又不愿意承担这样事情的法律后果，那你的勇气何在呢？那你所有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所谓的公众面前的那种激进的勇气，在我看来就全是假的，完全经不起任何现代制度意义下的审视。我其实并不是特别关心这些人内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关心的就是这件事情的格调。从过去20年来，3次中国人围绕靖国神社所做的这个事件，在我看来真的就是格调越来越低，这是让我觉得蛮悲哀的一件事情。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叫老板赶紧过来！5辆车，什么玩意儿？就3样人的脸。打开那个聊天软件啊，去了那里找俩跟朋友，1800块钱坐那儿啊。打倒軍國主義，無望南京大屠殺。